在贵州遵义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住在山谷之间，周围农田环绕，旁边还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水塘。这里啊，真的是满足了很多朋友对于山水居完美融合的想象。在雨季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云雾缭绕的感觉，真的是如同桃源仙境一般。我相信看到这么漂亮的地方啊，大家都比较好奇，到底什么人还居住在这么梦幻的地方呢？咱们今天就带大家进山去探访一番。大家好，现在我在这个山梁上，那么车子呢只能停到这个位置，然后从这条小道一直走过去，往那个山谷走呢，就能走到那户人家的位置，大概步行的时间是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么2年前呢，这户人家我来过的，如果说关注我比较久的朋友呢，应该是看到过这户人家的视频。那么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这户人家呀，他们整个状况还比较难，对吧？又过去了2年，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有一些改变啊？我们拭目以待。这个电线杆呢，就是专门拉到他们那边的。我们现在看这个路面呀，好像整得比较宽敞一点了。这个边上的这些杂草呢，都砍掉了。下了一片林地之后呢，我们来到了这一片土地的地方。这些土地呢，也都是丢荒的状态。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隐约的看到那户人家的位置了，就在那个位置，看清楚了吗？整个这个地方的环境呢，就是群山环绕，2山之间的峡谷地带。这个下边呀，还有一个林中瀑布，可惜啊，树林太茂密了，咱们根本看不着啊。马上咱们就出林了，这边已经看到他们种的玉米地了。哎呀，这会儿路还在下一些毛毛细雨，马上你们就能够看到这里的庐山真面目。这里边真的非常的美，哇，看到没有？他们居住的地方，然后这里几弯几叉，这边种植的玉米地，然后他们门前呢是种植的大片的那个水稻田，然后那个深不见底的水塘呢就在这个沟里边。你们说这个地方的环境是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那种特别宜居的地方？而且这里的海拔呢也特别适合居住，大概是1100的样子啊。看一下，咱们已经到这边了，这里就是这口塘，你们看上面雾蒙蒙的，整个水看去绿茵茵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深。这里是出水口，我们看一下这个水流有多大。这边刚插没多久的秧苗，这一片下去呢全部是种植的水稻田，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家哟？到这个院坝来看看。哎，谁？昨晚你在这干了我？磨刀？你还认得我不？你把你认到啊？没有把我认到。哦，你特别来过的。哎，我来过的。坐。能不能坐？我把刀给磨起来。哦，要得。这个叔在那边磨刀啊，我们先到他院坝来。哎，娘，坐。今天下雨没有干活啦？我都非常没份了。备份了？你备份着了？那个备份了呀，炸萝卜。在哪灶啊？啊，上面了。你还抽叶子烟呢？啊。咦。我坐，好像涨水了哈。哦，还他们来弄出来了，那里大得很。这个河沟头啊？哦，河沟。意思你这个田都有些遭安到了没有吧？没有啊。哦，这水大了也吓人哈。水大了旱得很。就是走这边来的水还要大点是吧？这边来的时候大点。这边大点？这边大点。哦，你们现在是带搞养殖了是吧？啊。养些哪个啊？羊子。牛。养得多吧？有7个。你7个牛哈？羊子呢？羊子有十几个，头几个小羊的，有些大羊子都是12个。现在喂点羊子，喂点牛些比以前好多了哈。比以前那个点，自然是肥了点，要我们只吃
杨子吃啷个都厉害得很，吃包裹生起来越做越味儿，越做越味儿，都挺高兴的。那你那些中医包裹啷个办呢？他不是要吃包裹啊？我那个给我炒了味啊，关机啊？等包裹熟了再放出去。都包裹熟了。咦，你各炒一炒多得很了，这一天搞的到处都在炒。对哦，多得很了。10几个杨子噻，随便裹来都够了。我来的时候你们没有羊了嘛？没有，还没有。阿哥婶儿说实话还比较恼火，对吧？哎，20人更热闹点了。你要几个奶噻？给了啊。小2个是儿娃儿，大2个是姑娘。都结婚了哈。这3个都2个了呀，都是男生的，小那个小1、2那个是男生，大2个大个3个也是2个2个都是男生，他们长得像个姑娘哦，再生个儿呢？生的养不起，我们那个生的养不起。哎呀，今年还种的地方也宽嘞。今年是我在房里头砍那个，把些荒枯了砍出来。那等于外头搞养殖这些的话，就完全就是你们2个人搞。就是我们2个。你要准备磨刀走哪了嘛？是啊，我觉得你直接把种包裹了算的啊，这就要种的喽，已经6吃的了。还有猪啊，还有3个猪啊。还喂的有3个猪？喂3个猪啊，还你不种点你尝啊？到底是不种点你要去买哈。当过你们干活儿不？在吹鸡啊？我能做吧？监控都正在安吉嘞。几天不行喽。好，那搞2瓶酒给你。我哟，等你弄的。我这个房子弄得漏得很，得把大法。我这房子真的漏，不要开玩笑。你找人来捡哈噻。捡了就是炒啊。你漏还要整哈，也不整的话漏得快得很。阿娘子，我不走板桥就是不，刚刚就是走板桥的整糟的了。你们都搬出去哭的有几天是吧？快有10天。哭天吧，我就抓得就了。我那家生意做的，我这里喂猪啊，我吃饭啊。你们就要来吃啷个嘛？这样来吃，那一样东西的，没跟吃了，没跟蒜了，没得菜了，都是腌到的，现在不好吃。都要钱儿去。哎，5块钱都包比好都不好吃。光吹臭。给我放掉了。你吃。搞大搞伤就了。我不喝。你要不喝？我也开车，我恼火不？大喝点。不行。啊。少吃点。我哈妈不要喝饭了，不要那个，我说妈酒都找不到要不起。酒都找不到一起，正好想起酒啊就来了哈。抓住我在练呢。这个好啊。因为我儿负担重啊，搞不得我没办法。你现在都好得多了。我记得是就是我们上次来鲁啊，确实恼火那时候你们哈。哎呀，没给他，你这了。我来你们吃饭的了吧？你们现在为这些这都是已经赚的了是吧？这是无限贷款了没得啊？对呀，我们当时就聊过这个话题的，我记得哈。你看。你就是要那个干才行，你不然在这做起一样都不干的话，你一样都不整了，你没得出来路的。对，你的土地好像多哈。我的土地将近40亩。30好吧，有100-200亩。30这400亩你没完了。那你养殖的话，相当于全部用自己的地方就行了。今天走到这里来麻烦喽，下大暴雨喽。看看这个屋檐水都这么大。我怎么回去啊？我待会儿还要从这里走过去，走到那边去啊。那个叔叔跟我讲，他说等一下涨水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就很大的水，有可能都过不去。不要下了，老天呀！等一下我要回去啊。哎呀，今天在这里来吃碗面。笑人了，我们这我其实不饿啊。我那不吃就要管他吃点走。你谈何给？我上次来你都吃过半天，我馋啷个去哇？你这混两面到够了，要大碗。我早上吃了早餐的，你们噻没吃早餐。
你们早上起来没吃早餐，现在都快12点了，你们才饿的，饿死一点儿不饿。落雨还可以耍嗨，真的。去吹起还没得空，肯定要吹嗨。你要请你了，你们真的没时间陪我耍的，我晓得。哦。你要吃面吗？你坐里面了不？还有个面子。那个面还好吃呀。我鸡蛋都夹那头的。那鸡蛋是你的喽。我不要了。你喜欢就帮他干的。过来。来你就是卡。你就不卡起，我到哪里都像走自家干了的。那就是要撇图啊。咱们吃小样的哈。吃的紧了还吃的还爱玩呢。这个酒不好玩。那就真的可以吃，还好吃。你没开那瓶还好的。那我就先走了。不要紧，我注意点。好，我给你放到家伞。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水是不是比较小？你们看现在很大，我再晚一点的话，我可能都过不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雨下的还非常的大，然后你们看看那边的水都涨得很大了，那边从山洞里面流出来的水，包括这边深不见底的水塘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涨了不少的水。那这个水塘呢，是以前集体的时候修筑的一个水库，而且是从下面的沟底开始往上垒的，整个的堤坝的高度都有30-40米。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视频的正中间那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山洞，这个水呢就从这个山洞里面流出来的。右侧这边呢也有一股很大的水，这股水呢也是从山洞里边流出来的。那么这两股水呢，在他们房屋的下方呢进行交汇，汇流之后呢，又从这里往下游流走。所以他们这个地理位置呀是非常的舒服，正好坐在这里呢，两边的水流过来呢，就把它们包在中间，很好的一个地理环境。今天到这里来呀，看到这个叔叔他们在搞养殖，跟2年多前比啊要好很多。那个时候的他们呢身体也不太好，然后就种了一点水稻，其他任何东西都没做。你看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养有10几只的羊，还有6、7头的牛，对吧？还种了那么多的水稻，那么多的玉米，整个人呢都忙碌起来了。我个人啊真的非常喜欢他们这个地方，水源又丰富。他们一家人呢就拥有300-400亩的森林，加上40-50亩的土地，是不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宝地？现在的朱叔和阿姨呢，相较于2年多前，他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已经有规划要把养殖慢慢的扩大，甚至呢要把公路挖到这个地方来。也祝愿他们呢日子越过越好，事事顺心顺意。你们看一看这里，刚刚我从这里过的时候都没有水，但是下了这2个小时的雨，这里山水都这么大。今天的视频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里啊，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里啊，是在我们遵义金顶山的北侧山脉上。那么到这里呢去探访一户人家，就是之前我拍摄的那个49岁的单身大哥他们家。事隔1-2个月没有到这里来啊，这个山上的树林呢又长得更加的茂密了一点。我又好久没有到山里来徒步了哈，今天到这个山上来徒步一下，不知道他在家里现在在干啥，我们过去找他吹吹牛聊聊天。上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山上长满了映山红，现在已经没有了哈，但是这个路上的草呢长了好深啊。看这个路面好像昨天晚上下了一点雨啊，有点湿。就是大山里面的天气的话，平的地方没有下雨，但是山顶呢也有可能飘雨啊，特别是在这个夏季呢，经常会飘那种偏东雨，就是这边下雨那边不下。哎，是你掏哪东西啊？哦，那个大锅在外头没了，在外头的哈。嘿嘿嘿，好久没有过来了又1-2个月哈。笨个。
它不高吧？做，好几种蜂子哈。嗯，今年的蜂子吧又好哦。只要不旱季下雨了就。旱季下雨了不旱季干。对，就好。去年这样旱季干，为何旱季干了，觉得去年子没啥的。去年子这届就没得搞头哈。没搞头。今年子应该不错。这个倒说不清楚。嗯。耶，这几桶注重好吧，都要干几百斤喽。你有几十根黄白皮哈，可以刮起好几万两的黄白皮。大概也是干刮近点了，可能有1、2千、3、4千斤。你这根黄白皮要刮起好数的，200斤。嗯。做完没事，我看他养的鱼啊，你看过筑巢了哟。我过来喂鱼，这底下我是填干的嘛，就是你要上梁我说赶快就放在水里头不是？哦，不是干了活了。你这儿不会缺水噻？哎，我啊有一块水都不大注意水。哦，简直太大了，吹。走啊，你之前多，我给太大的，那个养鱼子呢？我自己啊，我也只能采2道啊，他就采不了。哦，咦，忽冷忽热的哈。啊，它越冷起不了，越冷起来起码10度还不止。这就是贵州的天气，一落雨的话就像过冬了给。好，你不是要去喂鱼吗？那个菜是不是丢那头，他又跑起过来的？像这一找鸭子给我哈个的，他都不过来的，他胆子没有原来那么大的。哦，找鸭子给我哈死。那你整鸭子里头哈到，它不是要把鱼哈一样的要哈到啊？这个水深哈，那边水浅。哦哟，蹦就蹦来的。也有人来，他有点造访家伙哈。咦，去了好久了。这里全是草高到真的。哎呀，在这上来3路凉快啊！我水不得了，就是那个关。是啊，坐在这儿风儿吹起矮得很。不用啊，我带点水，不用倒，我带点水。等于你这个山后面过去，上面整个平顶的就全部是你的了哈。今天我从这边看过来呀，这就看到你这个房子，然后看到山顶前面就是金陵山。上次来没注意，你去接他来的啊？就是上次说的要走，你再来看那个。啊，我直接到那儿过去，我都没法接。你这节子办的昨天个接他来的？我直接的人。你咋定了？你还走啊？你给我接进来。他来看一眼，他啷个说啊？他倒你这里是叫哪个村呢？我这里青川。金陵山镇金川金川村。你可把它整条路带山顶去，到时候沿上我开了，在山顶可以看到金顶山嘛。看到噻。等到我今天下半年忙了之后，带你这边土地里面种片天嘛。可以噻，你做这多得很啊，我以为。直接把你后面这片山全部种了。可以噻。嗯。湖北的有一个叫他和你的，肯定也是和你联系的。他说他准备来喂猪，我说喂猪好噻。跑山猪没得问题，喂跑山猪。他是他不是圈呀，他来养殖的话，我种这高地的那个肥料还。我说你来还好，我说你来我们共同来打造，你就养殖我就种植，他要。他们那种遇到他们那种来找你合作的哈，你还是跟他谈清楚，就是比如说你没得利润的时候，啥都不用给我。不用噻。哎，你有利润了，你看，你分点红跟我就行了。具体分好多，我们可以看下。哎，对。但是我也不会说漫天要价的，我看到我养活我要来占你好大的股份，那个不存在。对，那个不存在。因为在农村搞这些东西都不容易，都不好搞。现在真不管你哪个行业的风险都大。对。
你的意思，他也是要想起来搞这个燕山湖开发是吧？搞5A 嘛，你不要想了，你这种地方要想搞5A 景区，我觉得你先他们吹是他们吹的是啊，那个东西动不动几个亿的投资啊，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不是说就搞得拢的，有可能说就水球了。我的意思就是你个人的话，可以有空的时候把个小道哈砍上山去，整个积起来，就砍一个小道上山去，在山上顶顶最顶顶那个位置看整一个可以站人的地方，哎，就可以去了。然后到这个燕山湖开的时候，那些徒步的也好，那些搞越野的也好，他们都经常都这里噻。他们慢慢的也跟你宣传下，那就晓得了。主要是你这个地方都睁一眼进了，睁一过来，你看从我二进来过来的话，都才20几公里，从高桥过来应该是才10几公里吧，20公里不到吧？不到。对啊，真的不到。高桥过来到这20公里不到。你说在遵义城市周边那么近的地方，有一片山那么好看的地方，少求生人来耍呀。它主要就是地理位置。地理位置它主要离市区市中心近。我前嘛，我就把它这一空的时候，我就把它把油道整打出来。对，你总的这一片过来有好多亩啊？上次说的噻，反正是几百亩。往你燕山湖的位置都有300亩左右了嘛？差不多。你总的是1000多哈，总的是1000多亩。总的这些多。你这个资源真的太好了，里面有那么多东西。反正弄了嘛，我把它一是整了之后，我都把它一整来修出来。对，要到时候你来高地去实际看，你都觉得安逸。对，我都想上去看呢。我从空风镜头看了之后啊，那个地方我觉得很好，就是比很多地方都要好。它整个后面是一个麻白白啷过去，就是一个点点冒出来啊，前面是一个爪爪，站那个爪爪上，一眼就可以看到金陵山，反过来可以看到一片花，好看得很呐，真的啊。拍照都好看得很呐，我想都想得出来。你到时候我跟你说嘛，真的来耍人多得很，你这搞出来。你这个景区搞出来的话，我跟你说，好吧，以后来找你要嫁给你的都多得很了。好，你都在说了，前期的投入还大得很了。哎，如果有个女的愿意来跟你那一起搞嘛，就可以噻。那个完全没问题噻。明年哪个时候开呀？燕山湖。燕山湖在。对，就是这个时候你把它抓住，你前期就把这个路给它开上去。对。好多都打电话问我，你也不吃你也发出去了。我说哪来回弄啊？好哦，我说这确实有啊，你不是虚的。再搞你人工，你是把它整不出来的啊。对。那我先走去了，不在这晒了，你也晒。可以。我的意思嘛，我说回去吃点饭。不吃饭，我下次喊一帮朋友一起来，到你这儿来搞饭吃。要的。到时候我们带点东西，然后你要的正好搞鱼、搞鸡都行。没问题。之前跟他发了视频之后啊，有人想到他这里来开发牛啊什么的，反正有些人来啊。但是我个人的建议呢是这样的，他可以自己把这个山下的路砍到这个山顶去，在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映山湖开的时候呢，来这里玩的人呢，可以从这个路道跟着走到山顶。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这一次来才详细的看清楚了这个地形。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这个天气是雾蒙蒙的嘛，我不太清楚金顶山的这个方位。那么这一次来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山顶这一片呢，都是那个时候的映山红，而且它的山头是一个一个的冒出来，非常的美啊。特别是在前方最高的这个位置啊，它就像一个龙头一样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正对金顶山的，可以通过摄影的方式拍出很多漂亮的视频。真的，到时候这个花开的时候，我相信遵义城区的人，很多人都愿意到这里来看这个映山红，因为在遵义城区20公里范围内，没有比这个地方更好的赏花的地方了。所以这里有天时地利和人和，我相信它这个地方真的可能会火起来。包括夏天到它这里来玩也是非常舒服的，海拔是1300，现在在山上也是比较凉快的，只要你不在太阳下边晒。只要你在这个树荫的地方就很凉快。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里的详细方位，它这里属于金顶山镇。我们通过大地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是金顶山，金顶山山脉下面呢有个路分走，左边这里过来，顺着这个山绕上来之后呢，就大概到这个位置，然后步行绕几个圈呢，就到他家这里哈。大家如果想来这里玩的，也可以这样来玩。
期待他把这里的路搞好啊！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一起到这里来看映山红，好不好，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哈，下期再见。风水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刀切莲藕丝不断，山高水远情不离。雨绵绵情意，多少故事在心里。五月烟雨蒙蒙上扬州，百年桥和花锦旗。朋友们早上好啊！现在我在绥阳温泉镇的大山里。没错，昨天晚上我就居住在这个地方哈。一对90后夫妻啊，他们放弃了广东的生意，然后返回家乡呢，准备在这个大山之中搞农创。他们家呢就是居住在这里的。这个整个周围的延绵山峰啊，有大概3000亩的面积都是他的。那待会儿呢，我们去跟他聊一聊，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准备怎么样去打造这一片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啊！整个这一片，我个人来到这里的话，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海拔也是比较适中，大概是1200左右的海拔，就是房屋居住的地方，不高不矮啊，特别适合长期居住的一个地形。哎，你起床了呀？起床了，比我早啊！我一般都习惯了大概6点钟起床。啊，今天第一天起。今天草都烧好了。这金银花草是不？金银花草。这金银花草是自己搞的哈？自己搞的，反正前几天就上这里1月份了。因为种个还没出来，种了才2年，到明年才开花。你也种的有几百亩的金银花茶呀？差不多应该有500多亩嘛。你是哪个时候确定了要回来搞农业的？ 4月份吧，正儿八经回来应该是4月份。今年4月份啊，4月中、4月中、4月底回来的。还有2个老人家，他们年纪大了，回来顺便陪好他们。他们2个老人家在山里面比较孤独，没得人了，这个地方比较单纯。等于你现在3000亩的这个面积的话是连接的哈？基本上连接，但是有小部分没连接。你种的这个3000多亩的话，你有好多是买的啊？有1半多都是买的。1半多，自家也有1800亩多哈。自家就是说，我老头他们几兄弟了嘛，他们都搬走了嘛。都是几兄弟留下来的。种的到现在的话，你这一片地方花下去了好多钱了？种的七七八八的这些花了很多冤枉钱，加起来的话有150。有150万了。150万。买地、买房子、搞路、搞这房子哈。搞房屋、搞这些，主要是运输成本太高了。当时，要说既需要砖，就需要那个水泥的时候用马拖过，那个成本太高了，一方沙拖出200块去了。你现在有啷个想法？也就是大致要啷个弄？大致就是想把这些，就是所有的这3000多亩土地全部共享出来。然后共享出来这分几大板块了，我这里有，就像这一片的话，视线比较好，可以他们那些喜欢建小木屋的、来避暑的，然后那边的话可以哈，有2个鱼塘，他喜欢养鱼的啊，养这些鸡鸭鹅鱼这些小动物的啊，都把共同给他们就是大家共同来打造这个地方，所有的工厂，然后把它建设起来。免费拿地方跟别人建小木屋吗？对，免费，终身使用。就是你提供地方，他可以来这个地方随意的建个小木屋。对，跟他只是说我把地方规划好，跟他画个地牌，然后周边画的那些种菜园子全部就是那个小木屋周围都可以画给你。画这跟他种菜啊，种菜啊，有的喜欢种花花草草啊，都可以。我看你这个倒有好多人来，关键是你现在的各种手续的话是得行没有？手续都是去办好了，对于之前提前1年多以前、2年前都已经就是基本上完善了。
那你这个还可以，应该很多人都特别愿意哈。这地方凉快了嘛，喜欢避暑的啊，这个地方气温这些海拔高度都差不多，都刚好1200多，比较适合避暑啊。喜欢过那种安静的生活啊，喜欢那种茶空间的啊，来建个小木屋，建个小茶室啊，这种休闲的都可以。水源也多哈，这个地方。水源不缺，基本上不缺水，因为有好几个泉源。这股水源是从这个洞里面出来的，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水有多大。这个水源是真的好，你这个地方像这样的水源是不是有好几处？有5、6处，至少5、6处。这附近。也就是每一处水源差不多就是这么大，而且这个水源全部都是在你居住的地方上面，对，上方都是可以直接用得到这个水源的啊。对，最远的6、700米，最近的2、300米。后面山也大，后面山大，那个直着过去都有好几公里，5公里嘛。后面没得人烟的，基本上现在没有任何人烟。所以说就搞个大鱼塘嘛，都完全供应得了，完全能供应。对于你现在大致的想法的话，就是可以养鱼，可以稍微搞点小型的养殖，养一养啊那些，对。然后呢就可以共享做一些小木屋，小木屋，对，大概是这个方向。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种地的话，也可以在这儿种点哈，因为地方也宽了嘛，几千亩。什么？你这儿如果建木屋的话，我觉得比很多地方建的都好诶，因为它这个山凹来凹去的。相对之间有隐秘性，有隐私性。你看，我看有些地方建那种木屋的话，它是一排的，它是全部挤在一堆了嘛。对，那种的话，它没得啷个隐私性的。但是你这里的话，你可以隔个几百米建一个，的话都可以建很多。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啊。这一排的话，随便建个10几20个木屋，基本上防止小木屋与小木屋之间都基本上看不到。就是需要一些共同喜欢这个地方跟共同爱好的来一起打造。远离城市的这种喧哗，你共创也可以共创一些，然后自己也可以建一些。就比如说有些城市里面的年轻人，他就星期六、星期天，他愿意在山里面来好好的休闲一下，是吧？他也可以来这住2天清静。你这个地方的话也还不是很远嘛，就是从许阳来的话，许阳下来哈，我们这下山是差不多7公里。然后下山村头出去到镇上，高速公路是12公里、19公里，19公里的20多公里，就是40多公里。许阳来40多公里哈。不到1个钟就可以到了。要干的事情还多得很。还没有。都是慢慢的来。现在只是这脚踏进来了。还没有起步，还没开始。慢慢的来呀，回来了之后就是回来都静下心，慢慢的，因为那边些我全部都放弃了，不做了，就是安安心心的回来。把这件事情做好。对。再一个就是老人家年纪大了，因为之前在外面说经常打电话的人士，因为10天半个月都没人来这个地方，就连个70多岁有点不放心。是。在家里面陪下是他，因为我在他们家长大的，因为他们把我养大也不容易，他晚年呢能多陪他几天。对于你说这个意思的话，是现在的这2个老人家不是你亲生父母？他是我养父养母。半岁多1岁，基本上就跟着他们，一直到我15、16岁，初中毕业了嘛，初中毕业我去外面打工，在外面创业到现在。那你出去也是拼搏了好多年了哈。出去了我看差不多15年。但我觉得你回来发展的话是一个好的机会，因为现在的话确实在农村发展比较好，但是也是最难的。整个想法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然后再结合互联网，就是现在你必须要结合互联网噻。你结合互联网的话，它就有一定的传播作用，然后再加上共创是吧？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子的话，后期要做哪个东西也比较容易。我觉得能够去盈利的点还是多，只要好好的去想一下、研究一下，我觉得是行的。有很多东西不懂很多东西要去学习，还一起走访因为这一行业。每个行业跨个行业很多东西如果不去学习，对自己摸索的话，需要非常非常的时间去摸索，非常的耗时间。确实，你要干这一块的话，你要找到一些类似的一些，他们已经干得比较成功的，他们的商业模式是哪样，要可以好好的研究学一下。在农村创业，不管是搞哪种的话，其实它都不是单一的东西了。做农业又简单又难，现在基本上人一体化。
你可能干也好，营销也好，都要懂，都要明白，不然只会埋头苦干了也难了，干不出来事情。是啊，我个人觉得呀，可能这个整个3000多亩的地界，先做一个整体的规划，然后功能区呢进行详细的一个划分之后，然后再去执行各个项目呢，可能比较好一点，省得到后期的时候啊，会走很多的弯路，或者说发现哪里不对再去改呢，可能会费时费力又费钱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大家也可以共同讨论一下哈，它这个地方应该如何去打造更加的好一点。因为现在呢，整个它所有的手续都已经办完了，房子那些都是可以建的。有经验的大家不要吝啬啊，咱们在这个评论区讨论一下，好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如果你想看水族聚居地，又想看苗族聚居地呢，那一定要来三都整雷村。现在呢，我就在整雷村这个地方呢是中寨，上边呢是上寨。我特别好奇啊，两个民族之间近在咫尺，相隔几百米，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民族之间有往来，又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个民族之间可以相互通婚呢？咱们今天就去了解一下。我们先进这个寨子去看一看这些建筑啊。过来到村口这儿呢，看着有2个小的这个吊脚楼，这个上边写有粮仓。那么他们呢，应该是为了安全起见，粮食和这个人居住的地方呢是分开的，专门有一个地方来存放粮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在这些人员聚居比较多的寨子呢，其实也很少有人在家里居住了，因为年轻人都是外地去了，打工去了哈。你看这里也是粮仓，他们的粮仓呢都是分开独立的。这个是寨子之间的一些通道。那么他们这里的木质建筑呢，都是2层甚至3层的一个建筑啊。感觉在家的人很少，你看这些路道上啊，都不怎么走。这个远远看一下呀，好像也感觉不出来他们的这个建筑有什么不同，都是相同的这个房屋建筑，都是这种2层半啊，有的是3层。那么整个的建筑风格呢也是比较相近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可能相互之间已经几百年了嘛，可能有些东西呢大家也是大同小异啊。他们这儿的房屋呢建在山上，然后错落有致，小道呢也是穿来穿去，横七竖八。你走在这里面来，这个哪儿都是路，不注意的话还有可能迷路哦。上寨水族的下方这儿有一个圆盘，我感觉是他们平时要举办什么活动呢，就在这儿举办。走过中间这个隔开的这些梯田呢，下边这儿呢就是苗族的寨子。阿姨在煮饭了？哎，你在煮饭了？要吃饭了不？还没有啊？哦，是刚干活回来吗？哎，刚干活回来吗？不懂啊。我说话你听不懂啊？听不懂。说贵州话听得懂吧？吃鬼。说贵州话听得懂吧？吃鬼吗？吃饭了吗？说。吃过了。吃过了。现在到这儿玩的人多不多？也经常有。也经常有哈。你是上寨的吗？对的。哦，就是从那个田分开，上面是水族，下面是苗族是吗？对。哎，你们2个族之间什么时候开始有交往的？从古代来说的话，从政策开放以后。
才开始相互来往。以前也互相来往，但是没有通婚。以前是来往是相互在走的，但是就是相互之间不通婚。对对对。那通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政策开放以后，读书那些年轻人在学校一个认识一个来了，就后来就通婚，就开始谈了哈。对，也就是10几年前2个寨子之间才开始通婚。对，以前从来没有过。没有通婚，但是呢，交往。以前盖房子啊，有白喜啊，都是去帮忙，但是不通婚。哦，那这个房子有区别吗？大家相互各自建的房子有区别吗？房子没有区别，房子呢，那个古居起来呢都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古居的起呢，水族起都要大一些，苗族起比较矮小一些。就是水族的房子稍微大一些，高一些啊。苗族呢的起那个房子比较矮一些，它是不是跟人个子高一点也有关系？不是，说起来，以前呢那个比较贫寒呢，他那个晚上睡觉的被子他都没有，在一个穿着那方面比较单薄。但薄了，它矮一点，小一点。你那个山上的柴火多，它就要那个柴火呢烧热火。哦，这样子呢，保暖一点。也保暖一点，都热矮小一点，都保暖一点，是这样的。这里是3个寨子是吧？4个自然寨。4个自然寨，这里分上中下。对。这里上，这里中，下面还有一个下。下面还有一个下。对。现在在家里的人很少了。是吧？我看好多房子都没人住。没住啊，出去挣钱去了。对，年轻人都是在外面。在家种地，只有饭吃，钱没有。对，在家里种地是这样，农村都是这样。如果你没有发展什么产业哈，就种点地的话，那基本上就够自己生活嘛。要赚钱的话，还是要去外面。我跟你交流还挺好的，你是不是村里当干部啥的？我也当过干部啊。也当过。在部队也当过教员。在部队当过教员，那我就说跟你说话就畅通了，跟他们就没法讲啊。你们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哈，还是有差别的？各自都有各自，服装也好像不一样吧？不一样。你们穿的服装就是在干活的那些阿姨穿的那个服装，对吧？对，那个就是标志性的服装。你们的服装好看的嘞，就看起来比较好看又简单，感觉跟布依族的服装有点像，是吧？对，布依族和侗族，他们的服装跟你们有点像。有点像。那个布依族和那侗族和水族有一点像。山都的话，它是水族自治县，可能就是水族的人多一点。是。你们有自己的字吗？有啊。有自己的水族文字？有啊。有。对呀。现在我们红白喜色建房造物迎亲嫁女，我们都按那个水，就是都是用水族的文字。水族的文字来测字。那个外面的人是不是不认识？不认识。本身我们水族的，谁去读那个书，谁就认识；谁不读的，看你不认识。现在的年轻人认识吗？不认识，也不认识，他们都不读了，那得传承呀。现在这个年代那个年轻人为出去的打工赚钱去了，他没有兴趣来学。那总得有少部分人学呀，不能失传呀。不能普遍，没有普遍，总下来呢，我们这个带上3、4个是保存。总是要有几个人去传承这个文字啊。对。整雷村呢，距今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从清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人居住了。刚刚跟韦大叔聊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儿哈。什么时候开始交往呢？因为这个2个民族之间住的比较近嘛，所以说很久以前呢，就相互之间有来往了，有走动了。但是通婚呢，是
政策开放之后呢，才相互通婚啊。距现在呢也才10几年、20年的时间。不过水族呢，他们还挺厉害的哈，还有自己的文字在传承。虽然说下一代的人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个水文了，但是呢，也会挑选几个年轻人来继续传承他们的水族文字和文化。在贵州思宾县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还留守在大山上，方圆几公里没有人烟，也看不到去他家的路。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峡谷这里，我不知道这里能不能进去，因为没怎么看到有走上去的一个痕迹。但是要去他家呢，感觉就是要顺着这个峡谷走。你们看这个峡谷深处，其实还挺恐怖的，因为这些石头全部是大洪水给冲下来的。你看平时涨水的时候，这里是很深的河水，包括我这个下方这里，这么多的石头泥沙都是冲过来的。平时涨水的时候，大概要冲到这个位置啊。看看到前方会不会有到他家的路啊？如果实在没有的话，我们只能放弃了，因为刚刚从这个航拍的镜头来看了，并没有看到有去他们家路的一个痕迹。这个里面呀，除了有他一家人居住呢，整个看去就像原始森林。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呢，都有很多的这种没怎么见过的树啊。这个地方的环境啊，真的是太舒服了，在这里都不想走啊，特别的凉快。而且这个水呢，也是山上下来的那种山泉水。整个山上只有那一户人家居住在山腰上，而且咱们还不知道怎么去。你说这个生态多好！这个峡谷里面的古树都有很大根的那种，我一个人确实是不敢进去啊。而且整个这个沟里面被涨洪水的时候冲得稀巴烂。后来啊，我看到这边有一个采药的大叔，我也向他打听了一下，这个地方呢，20来年前是有条路可以上去，但是现在全部是被森林覆盖，去不了了。他们住在上面的人呢，也不走这里了。我们从这个空中的镜头来看啊，根本就看不到这一户人家是从哪里进出的。但是我们从这个大叔的口中得知啊，应该是从这个山梁另一边有住户的那个地方爬上这个山梁，然后再平行一段呢，就能来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听他讲呢，可能要走1个多小时，接近2个小时。这是他们在山里面的人给的这个时间段。如果不习惯走山路的人呢，可能要2到3个小时呢才能走到他家。我真的是佩服这一户人家哈，一家人住在这个大山之中，而且现在还种了很多的田和土，就像是隐居在这个大山之中一样，无人知道，无人晓得。如果不是飞无人机，真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个大山里面还居住着这样一户人家。他们是什么时候居住到这里的？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愿意离开这座山呢？这个只能成为一个秘密了，因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去挑战走2、3个小时的路，来回要5、6个小时，我都吃不消。而且在炎热的这个夏季，在大山里面去穿梭，我都没那个胆。而且现在是快到下午了，我再进去出来的话，这个时间也不太够。所以知道这里要走2、3个小时的路，我已经放弃了。看得出来这户人家非常的勤劳啊，种了很多的地，而且呢还有很多的水田。这一期视频呢略显遗憾，没有办法到达这个地方探秘更详细的内容，只能远观一下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又把无人机飞出来上去看了一下，结果真的是发现有2个老人家住在这里的哈。大家看，他们正在田里干活。有一个老人家呢，他在田坎上砍草；另外一个老人家呢，他好像是去抱那个红薯藤来种红薯。哇，真的是就他们2个老人家隐居在这个大山之中，仿佛被人们遗忘的这种感觉。我在猜测呢，可能2位老人家呀，他们不太愿意跟着年轻人进城，然后呢就留在山中耕田种地为生。其实也挺好，看着是2个人呢，咱们看视频的人也会放心一点，最起码他们居住在这个大山里面，相互之间有一个照应啊。
以天为被，地为床，酣睡在草原上，堪称世界上最孤独的宝宝。任凭春去秋来，风吹雨打，不免让人生出怜悯之心啊！它拥有让人一眼万年、瞬间泪目的魔力。它就是位于贵州龙里大草原的大地之子，很多人驱车千里，只为来此看它一眼。大家好，现在我就在龙里大草原上，我手指的地方呢，就是酣睡的那个宝宝。这个宝宝的塑像长18米，宽9.6米，高4.9米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大地之子，这里也叫草原之子啊。那么为何要在这个草原之上塑这么一个塑像呢？大地之子寓意又是什么呢？它的意思呢，实际上是让我们要爱护环境啊，人与自然呢是和谐共存，要共同去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看到这个非常可爱又孤独的宝宝啊，很多网友就说，做了母亲之后啊，看不得孩子孤独，为什么不在孩子的边上跟他竖一个妈妈呢？看看我在哪里？我在贵州春操来了，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好多的人。你看那些台上全部是坐满了人，比赛的话应该可能还有1-2个小时才开始，但是他们全部都把位置已经站好了，因为你一离开的话，那个位置被别人占了，你就没办法了。这些座位的话，他是先抢到他就先得啊，不存在说谁固定哪个位置。我呢当然就不去抢了，主要是来这里感受一下这种热闹的氛围啊。你看哦，这里就是这种自由的感觉。你看这个场地上，大家都可以进来，只要他没有比赛，谁都可以进来。你要是那些专业的什么比赛的话，这种场地你基本上是下不来的，对吧？到这里来，它就是一视同仁，随便你什么身份，你到这里来就是一个看球赛的啊，就是一个观众，没有任何的这个区别对待。当然有很多人在这里拉横幅啊，或者说卖东西啊，他们也是不管的，所以说是一种非常自由化的这种体育精神的传递啊。这边是他们侗族的一些佛事，然后包括这个蜡染，对吧？就是他们各种各样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这些传承的好东西呢，都在这个春操的边上这里进行展示。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等等啊，所以到这儿来呢，你们真的能够感受到，能够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啊！哎呦，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些牌子上啊，都是各个村的那个队的队牌，好多个足球队啊。就光是上边挂的这些牌子啊，都有几十支足球队，厉害吧？这边真的是全民体育呀！人山人海，然后呢，其实大家到这里来呢，并不是说一定是来看球赛的。你看，看球赛的那一圈呢是人，但是在这里面外围很多地方都是走动的人。其实大家
都是到这里来感受这种热闹的氛围哈。而且春操的爆火呀，也让榕江大量的进来了很多的人，然后导致这个地方的酒店呀各方面呀都是接待不过来哈。所以说现在这一段时间的话，基本上每天的酒店都是订不到的。你比如说我前2、3天就开始关注，但是到现在为止的话也没有订到酒店。而且在这里的话，你们可以免费的吃到很多的美食。它每个比赛的时候，哇，好像也就进球了。你看这个爆炸的声音啊！你们到这里来的话，可以不用吃饭啊，到这里来这个蹭吃的，因为他们每个村比赛的时候啊，都会把他们自己村的一些特色。包括这个好吃的东西哈，每个村比赛的时候呢，都有啦啦队在这里来助威。他们啦啦队呢，都是村里面的人，有年纪大的，有年轻的，有小孩，对吧？然后呢，会把他们村里面的美食都端着，跟着啦啦队呢，在这个操场边上转，你都可以拿来吃的，只要你要吃，他们都会给你的。比如说特别渴的时候，它还有这个西瓜呀什么的。所以说，大家到这里来玩，听到没有？感受的就是这种氛围哈。大家好，现在我在贵阳修文的大山里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给大家推荐一个避暑好去处。这里有一个非常长的洞穴，也是一个野景点。这个地方很好找啊，大家直接导航修文2洞呢，就能来到这里。给大伙儿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啊，我车呢只能停到这里。然后这里是上游的一个水源。水源走到这儿呢，就要从这个地方啊穿过这个洞穴。这个洞穴呢是非常的长的，夏天到里面去走走玩玩啊，还达到避暑的效果啊，非常的凉快。这个公路呢到这个地方它就到头了，这里有这个搭的一个比较单薄的人行道，可以走到那边去。那边呢是有一个小村子的。咱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地方进洞啊，前方应该是电站，它这个水呢，从这个地方就种了一个拦坝，然后从这里慢慢的流过去啊。这个地方正儿八经的野景点啊，如果在这个夏天啊特别热的时候，跑到这里面来很凉爽的。也有非常多的人到这里。这个地方呢，就像是一个天生桥的一个形态啊，特别的漂亮。然后中间这个位置啊，有一个穿洞，大家看到没有？我跟大家说啊，特别是你们喜欢拍照的、拍摄视频的人，这个地方肯定是非常出片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方它是一个天窗，对吗？然后正好太阳如果从这个天窗照射下来的时候，人可以站在这个石头上来进行拍照啊，肯定是非常的漂亮哦，是那种佛光照耀的那种感觉啊，绝对是很美。但是这个要在这里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时机的问题啊。这个上方啊，真的就像开的一只天眼一样啊，非常的漂亮。这里呢又是一只地眼，对吧？这个水从这里拦过来，然后好像是这个崖壁角这里又开了一个隧洞过去，从这个地方流过去，然后那边应该是发电的，这个隧洞肯定是人工开凿的。我们从这个地方隐隐约约看得到那头的那个光亮，大概是几十米。这个地方是不是挺好看的？这个地方呢，修有一个拦坝的一个平台，不知道当初修这个是干嘛的。这个下方也是很高啊，差不多有好70、80米吧。这个地方拍照也是很好看的，等到太阳从那边射进来的时候，是吧？拍照也是很好看。
所以这里呢，如果大家把这个时机选对啊，到这儿来拍几张那种很高逼格的照片是比较容易的。从这个地方穿过来，又感觉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洞的高度也差不多有100米啊，非常的漂亮。穿过来之后，看看这里就像那种一线天的那种感觉，两边是崖壁耸立啊，就留一个缝隙可以过水。从这儿走过来就是另外一片天地啊，仿佛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穿过了这个几百米的长长的洞穴，来到另外一边啊，非常的漂亮。这里就像隐秘在山中的一片秘境之地啊。夏季的时候到这儿来玩耍，在这个河边玩玩水，他们在这儿还可以钓鱼啊，钓那种小的那种白条。在这一条河边呢，我们隐隐约约发现了亿万年前的一些痕迹啊。大家注意看，这个河滩的这一片石头上啊，有大大小小不一的很多的这些孔洞，看到没有？这些孔洞不规则的，像这个地方也有一片，那个地方呢也有很多。这些石头上的这些孔洞啊，实际呢叫冰臼。这个冰臼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远古时代啊，我们贵州大面积的地方呢都是被冰川覆盖，地球的不断升温呢，就导致高山的冰川融化。这个融化的冰碎加上一些流水呢，就往这些峡谷深处流。这里呢，它是地处峡谷，河水在流动，河水的上面呢，它有一个冰层，明白这个意思吗？高山的这个冰川融化之后啊，它就会从这个河床上面的冰层上方流过。长年累月的流呢，就让这个河床上面的冰层呢会越来越薄，慢慢的呢就出现了一些孔洞。下方河水流动的河床和上方的这个冰层之间呢，可能有10米甚至20米的一个高度。那么高山的这些融水夹杂着冰渣冰碎呢，从这个冰层之间的一些孔洞不断的落下来呢，往下砸，就砸在这些石头上。砸出来的这些窟窿，所以说这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是不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叹？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窟窿，它实际上是经过数万年才形成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哈，下期再见，拜拜。今天又进大山里来了哈，里边有人居住啊，这有条小道，然后这里有电线拉进山里，然后这里这些都是以前的土地啊，现在丢荒了。咱们到这个山里边去看一看啊。这边种有一些玉米，这个玉米地里有很多的李子树。今年这个李子还不错呀。结的虽然少，但是这个路上呢，也都全部是杂草，就走的人特别少嘛。你们有没有听到山里的鸟叫声？各种各样的鸟叫声啊！这个地方有一个废弃的房屋。这个应该是以前搞的养殖场，这是大门，大门也关闭了。大家有看到吗？这其实也是一个
中型的养殖场啊，养猪的，专门养猪的。为什么我看得出来是养猪的呢？这边有一些门关起来的，然后一小格一小格的。它这个一小格里面大概是喂2头到3头的猪。这个养猪场是废弃在这里的，看上边的这个瓦呀，也都是许久没有翻盖了。估计这个养殖场呢也丢在这里好几年了吧。因为这个地方呢，从山脚下上来呢，并不是很远啊，大概走路10分钟就能到这里。它这个养殖场修这么大又废弃了，还挺可惜的。那儿咱们还看到有一家人住在那里啊，这个电线就是拉到他家去的。然后这里有一大块玉米地，这个玉米感觉长得很好啊，不知道是山下的人种的，还是山上这一户人家种的。说实话呀，朋友们，这个大夏天的，在这样的草丛里边走啊，确实是有点提心吊胆呀。因为这2天呢，这个蛇呀什么的也比较多，山里边。这里还种了一些叶子烟。吃饭没得谁？吃饭没得呀？还没有。呵呵，就你们2个人住在这里啊？这里面还好吧，很少有人来哟。路都长死了嘛？对呀。你来搞啷东西嘛？洋芋啊？我自来不来炒的。哦，你自己种的了嘛？自己种的。这些土全部是你家种的啊？种的粮食那些是我种的。哦。原来等于你们这上面应该不止你们一家哈？原来不止一家。现在等于全部搬出去的。好大年纪喽70多嘞。70多嘞。贵姓呐？你们这儿？姓刘。姓刘哈。哦。这个山里面现在就是你们一家噻？好多都搬出沟去了。都出沟了哈。就是我家在这里。这个叔叔他们呢，是30多年前才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居住的哈。他们以前也是居住在平坝区，那么因为分给他们的土地啊，在这个山里比较多一点，所以呢，就为了方便住土地，然后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居住。在那个年代啊，土地就是农民的根本啊。我相信在未来呢，这个土地也是非常值钱的。说到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各位80后的朋友啊，你们有多少人是有土地的？反正我是有哦，还不少。所以呀，我要是没办法的时候，我还可以回家种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地种啊？
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蓬安县啊，在我身后这个山顶上啊，有上千的摩崖石刻，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据说是唐代的时候刻上去的，哇，非常的久远哈。我们今天就打算上去探秘一下。咱们从这个山下走上来，现在已经走在这个山梁上了。到那儿呢，大概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啊。走这个路上呢，要特别的小心，这些都是野刺啊，一不小心呢就会把腿挂伤。所以，在这个山上来看这种野景点呢，也是非常的难啊，这个路也难走。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树上都绑有红布啊？那是当地的一些人，或者说一些徒步爱好者，他们来了之后呢，就绑了这个红布，就是怕后面有人来呢，他们容易走迷路，所以说呢，就跟着这个绑红布的这个树往山上走呢，就不会错。走到这个山梁上呢，我们发现这里有一块牌子哈，蓬安县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岩摩崖造像，这个牌子是1988年公布在这里的。距今1400年的摩崖石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1400年前这个地方是多么的繁华，在这山野之间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工程量。这个地方呢，咱们已经看到了佛龛，也就是以前的那个摩崖石刻。咱们还要继续往这边上，那儿拴有红布，还没有到达那个崖壁的位置。这个地方呢，就是千佛寨的寨门了。大家看看这个地形啊，非常的险峻，属于易守难攻的一个地形。那么我们走到这儿呢，就能看到一些摩崖石刻了。看看这个刻的一个什么造型，一个圆拱门。下边是一个正方形的抠进去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当年是不是这里面应该也会放一个佛龛，只是没放而已。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位置，做有一些毛笋的一个结构，有一些孔洞啊。那么这个崖壁上呢，刻有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一面崖壁从这个寨门走过去呢，那边就是千佛寨了。就是上千的这个佛像的摩崖石刻啊，非常的震撼。这个地方大家来看一下，是一个三体大佛，然后正好在这一片崖壁的头部的一个位置啊，然后特别的大。那么是一个弥勒佛，这个应该是弥勒佛啊。上边呢，他们有盖一些这个瓦片，然后可能是防止风化。那么这一尊弥勒佛看起来也是挺帅气啊。那么这边的佛像呢，全都是镶嵌在这个岩体上的，大大小小的有上千。那么就在这一片崖壁上啊，可能有些地方呢看得不是很清楚，那我得用无人机给大家展示这个视角。我们过了寨门之后呢，就来到这个崖壁的一侧，然后看看这里也是一个佛像，那么也是镶嵌在这个岩石上的，包括这边也有2位啊。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石刻距今的年代就非常的久远啊。包括上边这一个佛像，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反正是很高啊，这个有10多米啊，有10多米高。哇，特别震撼啊！全部都是镶嵌在这些崖体之上的。这里这个神像呢，他手上好像拿着一根鞭，是不是拿的打神鞭啊？咱看不太清楚。头部呢已经被这些藤蔓给网住了。是否这个石门里面是有玄机的？因为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下方全部是这个大青石的条石，经过石匠来打磨之后呢，把这下边给封住的。或许这一道石门里面有什么秘密，咱也说不准哈。
这边好像是一个古墓啊，镶嵌在这个崖壁底下的掩体中的，上面写有玄妙蓬瀛，是吧？然后这些雕刻非常的精美，顶部那儿还放了一个葫芦，两边是2条龙吗？这个古墓呢，据传说是一个姓黄的道人，他是清朝末年的人啊，一直在这个千佛在上修道，也不知道他活了多少岁啊，人们都称他为黄老道。后来呢，黄老道过世以后啊，就葬在了这个石墓里边。但是非常不幸的是，黄老道过世几十年之后啊，千佛在下面的一个叫朱光泽的农民呢，就跑上山来，竟然将黄老道的这个墓室给打开了。往这个下方走了3个台阶呢，就看到一口棺材。打开棺材呢，发现黄老道的这个尸体呢，竟然还没有腐烂啊，须发雪白，鲜活如生啊，仿佛就是睡着了一般。我们看这个古墓的这个右侧这里啊，就是被盗过的痕迹。那么是从这个地方开之后，从这儿进去的。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视野，为什么这个千佛在上有这么多的佛？为何又要把这些摩崖石刻刻在这一座崖壁上呢？想必大家看到前方的场景就应该明白了。这个地方就是俯瞰河山的感觉，看一下整个下方，一躺平，就是我们身后这里有一座高山崖壁。所以说呢，这些佛像刻在这儿，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崖壁的下方呢，是有一个庙宇，里面呢有一些菩萨呢是供奉的。石刻的部分呢，我会给大家拍来看看，但是供奉的菩萨呢，咱们是不能随便乱拍的哈，只能给大家拍摄这个石刻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这个庙宇旁边的空地上啊，有看到2张石桌子，这个石桌子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而且大家注意看啊，咱们现代人坐的桌子呢都是4只脚，但是它这2张石桌子呢都是3个石头顶住的。而且特别神奇的是，这个石桌子竟然没有配凳子。据说在晋朝的时候啊，这里发生过一个神奇的传说故事啊，在个山下有一个人啊，拿着一把斧子到这个山里来砍柴，到了这个崖壁下呀，就发现这个石座旁边有2位老人呢在下棋，他就在这里看他们下棋。等老人下完棋，问王字：“你怎么还不去砍柴呢？”说完，他们就不见了。但是砍柴的王字呢，这才想起来要去砍柴。谁知道他低头一看呢，手中的斧子和木柄呢都已经腐烂。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山的。当下山走到村里面，才知道已经过去了100多年，让我们不禁感叹，真是山中一日，世上已千年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面墙啊，就这一面小小的石壁上，就刻了非常多小型的这种佛像，一整面都是。就这一面的话，应该也是好几百了啊。这一片大家看看，这一片也是跟那边的形态差不多，但是这一片呢，可能雕刻之后还没有进行上色，所以我们看不出来它整体的一个形态，只能看到一个轮廓。这个就是上千年前的一个杰作，可以看到这边呢已经风化了，因为以前的话它并没有盖这些瓦片。这个山上呢，咱们还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木屋，2个呢，那边也还有一个房子。咱看一下这个房屋呢，也是非常多年没有人住了，整个已经快要倒塌。可能以前这个地方呢本身也住有几户人家啊，然后后来因为交通不便是吧，公路也没有通上来，所以呢就整个搬走了。咱们可以这个看看房间里边，这儿是一个灶台，那么那边呢还有土墙，这边有很多的瓦片都是放这里的，那个就是以前的床了。然后你像这里走过去，那边还有一个房子，因为这里是荒凉的野路了，咱就不过去了，而且杂草丛生啊，
也担心这些草丛里面会有小动物啊、蛇呀之类的，所以咱现在呢就只有往回走了。这个千福寨的悬崖峭壁上呢，早有上千的大大小小的菩萨造像啊。从这个数量上来讲呢，可谓是名不虚传啊，真正的千佛寨。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啊，始早于唐代，经历了宋元明清啊前前后后上千年的岁月洗礼啊，现在依然在这个深山中啊保存完好，实属难能可贵啊。我们从空中的视角看呀，这个地方选的也是非常的奇妙。前方呢是俯瞰大好河山的这种架势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山的后边，它其实是多脉相聚的一个地形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山顶这2栋房子的边上呢，有一口天池，看到吗？这个天池它是在山顶上的，而这个水呢是常年不干，这个天池也是深不见底的。在这个山顶上有这么一个天池，这个水是从哪里来的，也是非常神奇的一个点啊。整个这些石刻呢，看去栩栩如生啊，虽然经过了1000年的洗礼啊，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它很清晰的这个轮廓啊，也有幸能够在这个地方呢见到上千年的这种摩崖石刻啊，看着这些栩栩如生的石刻呢，仿佛1000年就是昨天，恍如隔世啊。真的有那种山中住一日，世上已1000年的这种感慨啊。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重庆合川区的澄江镇，我们发现了一大片还没有建好就废弃的别墅。这些别墅为什么还没有建成就已经荒废了呢？看去真的是太可惜了。大家好，现在我就在这一片未建好的别墅区内啊，看看像这一栋的话，刚好搭好框架，很多工程都还没有完工。那么这里面的这些通道啊，两边都是长满了这么深的杂草，这个是别墅内部的一些通道。哇，这个都感觉让人有点不太敢往里边走。我们从空中看的话没什么感觉，但是走在这里面，你看这个杂草丛生啊，已经是比我都还要高很多了，这些马耳草。那么这个上方呢，就是大片的像这样的只建好了框架的这些别墅群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废弃在这里的。我感觉我走到这里都不太敢往前走了。看看这些路边，全部都是杂草，这里有好多的这个葛藤都长了这么茂盛了。然后这个上边呢，也是一整片的一个别墅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塔吊上面都是锈迹斑斑啊。这个工地呢，停工最少是超过5、6年以上了，不知道它这个房屋内部的结构是怎样的。下方呢都还是框架。包括这边这些呢，都还是这种框架的一个结构。这个别墅还是修得非常的漂亮的，非常的可惜啊！这些以前全部都是水泥地，你看这个水泥地下都已经冒出了这么多的杂草出来。这个地方好像可以走过去，咱走过去看一下。这一间屋子是封闭的，你看这些构树都已经长过来了。那这里边来看一下，哇，非常的凉快啊！这个房屋的构建还是四通八达。你看啊，走到这个房屋里面呢是凉风绕绕，看一下。视野非常的好，然后你看这里又是杂草丛生，这边一大片的都是相同的房屋，特别的可惜啊！你像这一片的话，它那个框架打好之后，这些砖都已经做好了，顶也封上了。这什么原因这些别墅全部荒废在这里呢？
太可惜了。看这儿的风景也非常好，这一片别墅它是建在这个山腰的位置，整个视野也非常好，然后空气环境整个都非常的不错。从这里这一片废弃别墅的这个规模来看呀，整个房地产开发的项目最少是上亿的价值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项目呢半途而废，就废弃在这里了。是老板的资金链断裂呢，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反正我觉得呀，应该不是什么小事，是遇到了大麻烦，这个项目才停在这里。大家觉得这些别墅群为什么建到一半就停掉了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在重庆武隆白马镇的大山里啊，我们发现一独户人家居住在悬崖边上，环境非常漂亮啊。咱们过去探访一下。要来到这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呢，非常不容易啊，需要经过这样的36弯、76拐公路。咱们的车子呢是停在这个路边，这上边是公路，去到这一户人家呢，需要走这样的小道。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路程啊。这个路边呢，长了非常多的马耳草、茅草。这2天走在这个山里啊，就是有这些好处。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刺泡，都已经成熟了，可以采来吃了。看一下。超级甜。这个地方还用水泥打了这个串户路，可能是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边，通公路实在是造价太高，所以呢，这里打的是这个串户路，大家可以看一下，路面上都有用这个水泥铺一下，然后从这个小道走过去，还要走一段时间才能走到他家，大概10分钟可以走到吧。我走过来的这一片地方啊，全部都是杂草丛生啊，而且这个草长得特别旺盛。我觉得这边这一户人家他拥有这个下半部的整座山，而且这上面的草呢也非常的好，我觉得应该大力发展养殖啊。看看，就住在悬崖边上。房子后面就是悬崖峭壁，然后这儿好大一片的平地啊，这边种了好多的玉米。哎，这里有个老人家在这里。哎呦，吃饭没到老娘？你早啊？你是一个人吗？啊，一个人吗？我们本来6个人，我是跟着我们4个姑娘，我们跟到幺女的。哦，你4个姑娘，哎，跟到幺姑娘的。哎，跟到幺的。哦，你贵姓呢？啊，贵姓呢？我姓谭。姓谭。哎，姓谭。好大年纪了？80了。80了。哎。现在你是一个人住这里吗？哎，现在我在调出去，现在我在调出去的。我也是黑的湾，我们姑娘一结婚呢，就是这个跟着老幺嘛，那就找他进去，这地方搞人呐，好像都不习惯这个手续。等于你现在是在这儿跟到姑娘住是吧？哎，现在我们就是跟着姑娘的。哦。姑娘在地嘛的。你在这儿都好多年了哈？我现在了10多年了。都10多年了哈？要有20年了。那你女儿他们在哪里呢？女儿吧。女儿啊。女儿在别马的，别马就有他们妈妈。哦，你刚才说的她生病了哈？嗯。大家看一下哈，从空中看的话，咱们还感觉不到啊。当你走到这里来之后，你发现这边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片平地啊。就这片平地都几10亩，而且这个地方原先居住的人，我跟你们讲，肯定不简单。为什么？因为这里
有几座古墓。看一下，这里排着3个古墓，我判断不出来到底是哪个朝代的。然后上面还刻有一些动物、人物的一些图像，啊，这个雕工非常的精美，但是它这个墓前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字记载，只有这里看到有一个佛字。这个圈里面是喂养的一些鸡。我们走这儿来看一下，这边还有特别古老的这个土墙。哇，那2只小猫咪，小猫咪。这个房屋都是11住的。这个房子大家来看一下，这边堆的好多各种各样的农具、背篓，然后这个斗枪啊、簸箕啊，这个米筛啊，是吧？各种各样的农具，这堆了好多。这个房子也是非常古老的存在啊，看看，两边都是土墙，然后这个中间呢是建的木房，这个木房呢也是上百年了，看这个造型都是最少上百年的一个造型。这边是住人的，这个土墙是喂牲畜的。哎，我们来看一下，看一小间一小间的，这里面是喂的牲畜啊，我还以为里面住人的。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朋友们。那边就是悬崖峭壁，在房屋的前边这呢有一大片的平地啊，大概有几十亩地。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竟然发现有几座古墓。目前我不清楚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上面没有看到有文字记载啊。所以说我们从此可以推断，这个地形不简单啊，可能在几百年前甚至更久远的时候呢，就有人居住在这里了。这一片土地上啊，也种有好多的果树，有枇杷呀、李子啊、梨呀，我都看到有，还有橘子。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地形啊。从那边的古墓咱们就看得出来，最少是几百年，甚至有可能上千年的一个历史。哦，小狗儿，小狗儿，我要走喽，我要走喽，拜拜哈。这小狗儿特别听话呀，我到这儿来，它一点都不咬，你看，它都想跟我走。好了，拜拜啊。真可爱，拜拜。好舍不得我呀，他。然后现在呢，就是刚刚跟我们聊天的那个老人家，他住在这里。这个房子呢是那个老人家他的4女儿家的，他呢是10几年前跟着4女儿到这儿来的，所以说他可能对这个地方呢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种了这么一大片的这个地啊，特别勤劳的老人家哈，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美景哈，太漂亮了。